室效应它本来就存在的，对。温室效应本来就是说，让我们地球的温度可以维持这么好，要维持一个适合去。你知道地球维持在13度C这个表面温度，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有流动的水啊，你知道吗？那不是说你讲说，那我20度C，那会不会就是演化出一种可以生长在负20度C的人类或物种就好了嘛？但是问题是，其实当然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看一种其他世界的生物了。但是如果以我们现在的了解的话，水是一切生命的根源嘛，所以说有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地球因为温室效应就让我们维持13度，是非常好的。所以这边讲说 Venus is too hot， 金星太热了，因为它离太阳太远太近了。金星在多少？450度 C。Mars is too cold， 对不对？火星离太阳太远了，所以太冷，那个什么负53度 C。Earth is just right，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原因啊。好，那你说这个温度是怎么决定的？我们都学过那个什么辐射嘛，你要保持一个系统的平衡，你吸多少热进来，你就要辐射多少热出去嘛。不然你就不可能一直积在这个地方，越积越多，到最后的话就怎么样？然后你就热翻了。所以说你要热平衡嘛。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可以知道太阳进来多少热，那我就知道说我大概出去多少热。从我出去多少热的话，我大概算出来我这个物体的温度要多少。因为热辐射是跟什么？你的物体温度相关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是可以，如果说我们可以这个很简单这样子的算的话，我们就可以算出说到底这个温度要多少嘛。好。这边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布了哈，对不对？好，第一个太阳哈，这个有些数字其实如果说你是刚好在太阳能产业的话，你大概也会知道，全部的太阳哈，就是太阳全部照射过来到地球上面，大概会被我们就是说每平方公尺被接受到的功率大概是343的。就是从你如果在外太空在大气层外面的话，大概是343，这个怎么来的？还是从太阳的温度算出来的嘛？你大概知道太阳的那个表面那个温度是多少，然后就算出它的辐射热然后算出来的功率大概是怎么样子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大概343，这个343当然不会全部都到地球表面，它在大气层里面就开始怎么样被折射被散射被是什么反射什么东西掉嘛，所以基本上你一直到地表大概有103，就是说在大气层外就到103的那个什么103瓦每平方公尺103瓦被反射掉了，所以真正进入到我们大气层以内的大部分就是剩下什么？大概是240瓦每平方公尺240瓦这你就可以算一下，所以说你就可以大概算一下说我们一年在吸收太阳多少热这样子。好，那当然这个240瓦不会全部再被怎么样？被我们地表吸收，它可能中间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云什么东西，或者说被地表反射回去都会有所以基本上所以说我们讲说这个343嘛，那240进来，那103是直接反射出去，所以呢，到最后整个地球就是这个大气层以内要辐射出去的也要240，这是一个 balance 嘛你进来这么多，你就要辐射出去那么多嘛。好。那这些东西进来之后，这个还要讲一下太阳光整个进来，太阳光的那个什么，它的那个光谱很大嘛，从什么从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嘛，所以说你就要要先知道说它是用哪一种光谱进来的光有多少嘛，很多在这个地方被隔阻掉的，大部分都是怎么样？红外线跟紫外线。就是那种不是可见光区那个波长很长的，跟波长很短的那种，会被大部分在上面被阻绝掉，就是那些东西紫外线跟红外线，大部分进来的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可见光。好，那可见光这个时候它被吸收，大概有168瓦被吸收，这个时候吸收之后的话，它就会变成热能嘛。我的太阳光被我地表吸收变成热能，这个时候怎么样？我地球就变成比较热一点，那我就怎么样？要辐射出去嘛。那辐射因为地球的温度比较低，它大部分辐射的
都是以比较波长比较长的红外线辐射出去。那等一下有个 Planck law，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所以它大部分是以比较长波长的红外线的方式辐射出去。所以说你看看，从地表辐射出去都是红色的，代表它是什么呀？它是红外线。好，那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如果没有那种温室效应气体的话，这些红外线就什么长驱直出了，不是直入了，就出去了。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啊，这世界上就非常单纯了，白天好热，晚上很冷。白天吸收很多热，晚上全部都辐射出去了。因为晚上的话，外面温度比较低，我地球变成温度比较高，就我辐射出去，就白天很热，一直热，晚上温度就一直冷，啊，然后就很平冷。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地球的温度要多少？要刚才的负几度？要反正是13度，再减掉，就负16度或15、16、17度那边了。如果也是以这种情况的话，完全没有温室效应气体的话，地球就是那种温度。但是呢，就是因为你上面有一些温室效应气体，这些温室效应气体的话，对红外线特别敏感，它可以怎么样把红外线吸收再辐射出去，而且它辐射的时候是怎么样，四面八方就辐射了嘛。因为基本上它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辐射有些就把它辐射出去，有些又辐射回来，所以说变成有些红外线的能量被那个温室效应气体辐射到地表，有些是出去，有些地表，那地表重新又吸收啊，又再来一次。所以说这些这些温室效应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地表，因为地表温度比较低，所散发出的那个长波的红外线，它有部分的能量可以长时间的维持在怎么样，在我们大气层以内啊，这样子的话就到最后还是一个平衡的，还是一个平衡状态，好，还是要总量还是要，但是最起码这样子就可以提升我们那个地表的一些温度啊。好，这就是整个温室，所以温室效应是存在的。你唯一的不喜欢的是说它不要太过于剧烈就好了，对不对？我们讲说，所以这边讲，对不对？如果不是有温室效应气体的话，地表的温度应该是-16度C，负16度C只比火星稍微热一点点而已，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的话，根本没有可流动的冰啊，没有可流动的水，基本上可能人类就或许。如果有的话，也是用另外一种形态产生的，不是用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子的方式，对不对？那这边是一个 Planck law， 就是讲说你的能量啊，你今天能量散发出的能量，这个里面跟什么相关？就跟它温度跟波长。所以说，你如果已经知道一个温度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带进去里面，然后就可以算出每一种波长，它这个什么？它每种波长，它那个能量里面每种波长的含量，比如说这就是太阳的话，基本上就是太阳的那个什么，它光谱的能量。你发现说它能量最高在什么地方？在可见光区有多少？有43%。啊，前面那个什么那个这是紫外线，跟后面的红外线，红外线也蛮多的。你看到红外线也蛮多的啊，紫外线就比较不是那么多啊。但是大部分进来的可见光，大部分都可以长驱直入，直接进入到这个地方啊，到我们地球表面来。那如果是地表的温度低温的，你就把这个温度带低一点了，你就可以看得出它曲线变这样子。啊，曲线变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高峰在什么地方？在红外线区啊。所以高温的东西，以太阳的高温，它是为什么？那就为什么说我们都看到你，就是因为可见光，就是因为太阳它这个光谱都落在可见光啊，我们人就把自己的眼睛演化到可以看到这些光嘛，这个也没有什么大道理。说为什么刚刚好太阳就落在可见光？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人演化了嘛，因为我们接受这样子的环境那么久了，我们演化出这种光就是最多的，就是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啊。这个是晚上的啊，所以说你知道说什么？为什么要用什么红外线什么夜视镜那种有没有？因为晚上温度低，它的辐射都是以红外线的方式这样。那这边大概就可以看一下说整个太阳能量。20%就怎么样？就直接就在那个什么，在那个一些那个云呐或者什么东西有，就29%就反射或散失掉，有19%被云给吸收，6%就直接就是又从那个大气层里面就 scatter， 就是散射到那个大气层，然后这边是一些反射，所以大部分有51%是让地球可以吸收然后使用啊，这样子。那这边也是大概讲一下，就是说，你看太阳过来，那3条过来，
太阳光出来，有一部分直接被反射，有一部分被地表反射，有一部分怎么样被地表吸收。那被地表吸收之后，这地表又要辐射出去，所以辐射的话，有些直接就是辐射出去了，但是有些的话会被怎么样？会被温室效应气体再折回来，这就是所谓温室效应，就是这一部分。好 ，OK， 所以这样子对温室效应应该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了嘛，好，所以这边就讲一下而已，大家看一下，这边这是把整个温室效应的这个效果就讲一下，对不对？他讲说基本上43%是用在可见光里面啊，可见光的波长是在400到700 nano， 然后呢有7%到8%是什么？紫外线。那紫外线虽然是很少，但是紫外线会对人体身体有影响，因为紫外线波长很小，频率很快，所以它能量，它那个什么能量，那个动能很大，所以说它可能会破坏分子，所以说基本上这个是一些可能对生物啊或对我们人体比较有伤害，都是紫外线。那其他的49%到50%是用什么红外线的方式？那红外线当然有很多啊，有一些什么，比如说一些近红外线啊，或是热红外线什么东西，它不同的波长，大家看一下，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如果全部都是被反射出去的话，那地球就无救了，就是因为有温室效应气体，所以可以留一点。好，那这边就讲到说哪些是温室效应气体。第一种我们大家知道的 CO2 嘛。第二种是什么样？水，其实水是温室效应气体。它刚才那个算法有另外一个算法，如果因为你可能就温室效应气体那个什么 CO2 啦，还有什么甲烷你不要，对不对？还有这个什么 N2O 你也不要，还有其他的一些化学物质都不要。如果只有水而已，就是说我们大气里面就只有水的话，那么呢，我们的温度，地球地表温度会是多少？-5°C，还是不够热。水是一个很好的温室效应气体，没有错。但是如果没有 CO2 跟甲烷那些东西，我们也只能维持-5°C 而已。这是我看到一篇文章里面写的。所以其他那些 CO2 啊跟那个甲烷那些还是适度，还是适当要的这样子哈。不过水为什么不被拿出来讲？因为基本上水大概不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水是来自于什么自然的产生的。蒸发啊，什么东西要下雨，而不是来自于人为的。我们现在讲的东西是因为人为的活动产生的温室效应气体，那才是我们要重视的。因为大部分都是自然产生的东西，我们就不用讲了。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温室效应气体叫什么？臭氧。那臭氧为什么我们也不讲？因为臭氧它的什么呀？稳定时间很短，几个礼拜而已。所以几个礼拜，臭氧就是我们的一般的雾了。那一般雾你就放在那个地方，它过几个礼拜就散掉了。就不见了，或怎么样，会分解了，所以它不是一个稳定的东西，所以那长时间影响也不大。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比如说二氧化碳、那个什么、那个甲烷跟这个 N2O， 都是讲最起码它是稳定性是几年的，甚至几十年的。这个时候对整个地球的影响才会比较显著，我们才拿出来讲。OK。